校足球联赛上，我一个滑铲直接将陈景脚下的球一把夺过。最后进球的那一刻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。恭喜高3、2班以最后20-19的成绩超过了高3、5班。玉哥就是牛逼，气息还没恢复，我直接对着一球之差的陈景吹了个口哨，不好意思了。陈景，这次你又输给我了呢。陈景当作没听见的样子，抬眸朝我看了一眼，面无表情地下了场。嘿，玉哥，你看他真没礼貌。我看他那是被咱们玉哥那一铲给吓到了。毕竟谁不知道高3班的班长陈景就是个不近人情的高岭之花，我和陈景是邻居，从小一起长大。但很可惜，我俩没成为感情绝佳的青梅竹马，而是成了相看两厌的死对头。不管是第一次上台表演，他抢夺了本该属于我的王子角色，害得我只能饰演没人愿意上场的白雪公主，还是从小到大他就喜欢装作一副三好学生的样子，引得所有人都爱拿他和我比较。反正我就是从小讨厌他一直到现在。好了，玉哥刚刚也累了，咱们先回教室吧。张月把我从球场上替换下来的球衣递给我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浓重的柚子香充斥着整个操场。我去，味道这么重，这不会是哪个 Omega 发热期到了吧？到底是谁这么不怕死？分化成了 Omega， 居然还不随时带着抑制剂。一阵讨论过后，不知道是谁拨通了急救电话，救护车很快赶了过来。每个人成年之前都会有一次分化的机会，没分化之前大家都一样，分化之后就会定期进入到发热期。不管是 Alpha 还是 Omega， 只要分化后信息素匹配度超过 60%， 便会被对方的信息素所吸引，而信息素匹配度超过 90%， 则会在一方发热期时，另一方被迫进入发热期。所以学校为了阻止这种现象出现，特地要求每个分化之后的学生要做详细的登记，并随时带上抑制剂。这突然性的分化可真可怕，你说万一我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分化成了信息素这么强的 Omega， 哎，光想想都觉得可怕。方文渊一脸惊恐的表情盯着远去的救护车，张月伸手揽上他的肩膀。得了吧，就你这小身板，就算分化成了 Omega， 也不见得能引得别人对你垂涎3尺。再说了，咱们玉哥这么强，肯定会保护咱们的。对的，对的，在荣成2中，谁还不知道咱们玉哥的威名？咱们玉哥肯定会分化成最厉害的 Alpha 的。等玉哥分化了，就一中那几个小瘪三，看他们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。他们说的没错，我从小对自己就有信心，毕竟从小到大，无论哪一方面，我都没输过别人。哪怕是和别人干架，我也能一挑3之后全身而退。好了，晚自习之后网吧去吗？我打断了他们的话，赢了陈景一场心情好，就想去放松一下。谁知这一放松就放松过头了。回到家将近半夜2点，大门已经关了，为了不吵醒管家开门，引来我爸挨骂。我只好爬墙回房间。谁知刚爬一半，隔壁的房间就亮起了灯。他丫的，光一亮，吓得我差点又下去了。好不容易赢了陈景的好心情瞬间被打破。陈景，你他妈是有病吗？半夜开什么灯？消息很快回复，不好意思，刚想上厕所，没注意到你。陈景，我看你他丫的就是故意的吧？玉哥，你咋了？今天状态这么差？张月一见我趴在桌子上，忍不住问我。对啊，玉哥，平常咱们人通宵都没见你精神头这么差过，一想到陈景，我就恨得牙痒痒。没事，昨晚回去的时候被条狗吓了一跳。咦，我怎么记得玉哥家没狗的？张月拍了方文渊一下，方文渊立刻从书包里掏出几张密室大逃脱的票。哦，对了，玉哥，我表哥开了一家密室，给了几张票，让我带朋友去给他捧捧场。恐怖密室里，走到周围布满了各种骷髅头和恐怖风铃，阴风一吹就响起清脆的声音。故事发生在1920年的上海修道院，这里被一场大火烧毁。
我们拿到的任务是需要在房间等待其他队友的加盟，一起拿到获得线索的金币。就在我们待在房间快半个小时的时候，突然墙上出现了一行字：不要出声。有人进来了这个房间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逐渐传出，恐怖诡异的氛围感直接拉满。方文元死死地拽着我的手臂，颤颤发抖。玉哥，你说 NPC 到底在哪呀？方文元，你个傻瓜，玉哥又没来过，怎么可能会知道？别说话了，门那边好像真的有敲门声。我略带颤抖的声音还是在这一刻暴露了我的恐惧。哈哈，玉哥，我害怕，万一不是队友而是 NPC 咋办？不仅方文元抓得我的手臂生疼，张月也开始抓我另一边的手。大哥，不光你们害怕，我也害怕好不好？我忍不住在心底咆哮。但是为了立住大哥的人设，我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抬起即将石化的腿，一步步朝着门口挪动。玉哥，你小心哈，我们在你身后给你打气。大哥，你俩先闭嘴吧。就在我心底祈祷无数遍菩萨保佑的瞬间，门开了，陈景那张欠揍的脸出现在门口。一想到昨晚，我皱着眉十分不耐烦的开口：你怎么在这儿？和朋友一起来的。陈景说话总是这样，哪怕这里是恐怖密室，他也还是一副理智的让人讨厌的模样。而我偏偏最烦的就是这样的人。那请你让让，你挡住我们的门了，我们现在要出去了。我假装冷静的对着陈景说道，他立刻侧开身体让我们出去。进到另一个以晴天娃娃主题的房间后，面对满屋子挂着的晴天娃娃挂件，我顿时有了逃离的冲动。这时喇叭开始播报任务，请玩家在半小时内拿到房间里的金币，进到下一个集合点和队友会合。玉哥，我害怕。方文元一脸惊恐的看着我。我转头看向张月。玉哥，我在这陪着他吧。我忍不住在心里翻了个大白眼。得，早知道就不该答应这2棒槌，来这什么狗屁密室的。行，那你们待在这别动，我出去拿金币找线索。我转身出去，回到刚刚那个房间，谁知一进去门就自动关上了。卧槽，真他妈被坑惨了这次。我用力对着门一踢，谁知警报声从房间里传出。与此同时，好像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脚，我下意识大叫了起来，转身想要离开，慌乱间却跌落进一个陌生却极具安全感的怀抱。一时间我开始有点头晕，甚至有种发烧般的迷幻感，而对方身上的味道清冽又干净。我看着那人的耳朵，眸光不觉地往上移了移，这人居然是陈景。意识瞬间清醒，顾不上被 NPC 抓住的风险，我奋力的推开他。怎么是你？怎么见到是我让你失望了？陈景说话间朝着我走近了一步，身上清冷的气息更加浓重了。更奇怪的是，他一靠近，我身上发烧般的感觉也更加严重了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体里面横冲直撞。别过来！我对着大喊，别靠近我！陈景这时终于发觉了我的不对劲，完全没听我的话，伸出手直接扶上了我额头。触碰的一瞬间，在我身体里的东西好像突然间找到了突破口，猥亵着往外涌。我实在支撑不住了，手指微微颤抖的想要把他的手从我的额头上挪开，谁知腿一软，直接往地上倒下去的瞬间，又被陈景给接住了。玉成，你这是分化成 Omega 了。陈景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一时间像是雪松浸润过的感觉。妈的，他的声音怎么这么好听？这时我突然想起昨天在操场分化进入发热期的 Omega， 一时间有了些害怕。你才分化成 Omega， 你全家都是 Omega。 骂完一通后，我假装毫不在意的想从陈景身上起来，可是腿却软的站不起来。陈景抱着我的手突然往下挪了1寸，我一激灵，大喊起来：陈景，你放开我，要不然信不信我弄死你？谁知陈景收敛了唇角的笑意，懒懒的回道：玉成，请你认清一下状况，现在一直在往我身上蹭的人可是你。陈景的眼神若有若无的扫过我的脖颈，
一瞬间，我仿佛全身发麻，只觉得自己成为了案板上的一条鱼。陈景身上雪松般清冷的气息越发浓重，在被这样浓烈的气息包裹之下，我浑身发软，那种彩云端上的异样感比刚才还要深刻。我用着最后的理智支撑着想要逃离陈景怀抱的瞬间，竟然发现陈景似乎比我还要不对劲。陈景额头上全是汗，拳头紧握，眼眸猩红的就像一头为捕猎物的困兽，仿佛下一刻就要冲上来将自己拆骨入腹。我开始本能的害怕，开始抗拒。陈景，我尝试着推开他。别动。陈景的呼吸开始变得比我还要急促，他一把抓住了我想要触碰的手，一瞬间过电般的触感带来一阵酥麻感，突然窜上全身上下。下一秒，陈景突然靠近，在我还没来得及反应的瞬间，将我整个拢进了他的怀里。这样暖媚的姿势，是我以前从没有想过了。理智告诉我应该要把他推开的，可我的手却怎么也抬不起来。就在我放松警惕的瞬间，我后颈一阵刺痛，陈景咬住了我的腺体，我整个人逐渐被陈景强大到让人窒息的雪松味的性激素浸润，仿佛被藤蔓一般被陈景紧紧的缠住，直到最后意识逐渐抽离，晕了过去。我是被医院刺鼻的消毒水味给熏醒的。醒来后发现陈景正坐在我病床边。死陈景，我要打死你！顾不得在床上躺着，我举起拳头就往陈景身上砸过去。谁知陈景竟然一改从前那副冷漠中带着疏离感的表情，玉成，你身体还没恢复，别乱动。握着我手的瞬间，倒像是变成了一个温柔的狩猎者，等待着猎物一步步落入圈套。而我越琢磨越不对劲，看着他望向我的眼神，怎么感觉我已经成为了他手中的猎物了？三床玉成，你醒了呀？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医生进来查房，打破了我和陈景之间尴尬的局面。就是感觉头有些晕，其他的没有不舒服了。回答完，医生开始拿着听诊器做检查。好，的确恢复的不错，还好你男朋友克制力不错，及时给你打了抑制剂，要不然就你们俩信息素匹配度100%的状态，指不定要出多大的乱子。现在你已经是完全分化成了 Omega 的状态了，下次记住身边要随时带好抑制剂，要随时休息保护自己。我愣愣的听着医生说的话。什么 Omega？ 男朋友信息素匹配度？这玩笑也未免太大了些。我不是0 mega， 医生，你一定是搞错了。我怎么可能会分化成 Omega 呢？这绝不可能，你好好躺着休息吧，别乱动了。像你这样以为是 Alpha， 结果分化成 Omega 的我见得多了。刚开始不能接受，过几天也就慢慢接受了。医生收起听诊器感叹道，之后又看向陈景，你小男朋友现在情绪不是很稳定，这几天你一定要看好他。还有你俩信息素匹配度很高，哪怕现在只是一个假性标记，也不可能完全控制住你俩信息素的互相吸引，抑制贴最好随时贴上。医生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我躺在病床上，心如死灰的回答。陈景这个混蛋怎么可能会是我男朋友？是吗？医生转头看向我，笑眯眯的眼神从我和陈景身上来回扫视，目光看起来很不纯洁。想到密室里陈景那个满是雪松味的拥抱，我又实在没法解释。在密室里假性标记了你，很抱歉。陈景原本就高，坐在椅子上突然靠近时，那种清冷疏离的气息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压迫感。条件反射一般，我后颈线体处突然传来疼痛感。我用手抚上后颈处。怎么了？我看看。陈景注意到我的动作，立马起身，伸手就想帮我查看。气息拉近，鼻尖又开始充斥着陈景身上信息素的味道。这次身体似乎比上次还要强烈，我心间开始一阵暖流涌入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呼之欲出了。看见陈景，竟然有了想把他直接扑倒的冲动，真是疯了！尤其是陈景白皙冷漠的脸和修长柔软的睫毛。咦，
陈景的眼神怎么越来越不对劲了？发红的眼眶仿佛和密室里的一模一样。陈景，别说话！他声音听起来比平常沙哑了几分。随后，他开始在旁边的抽屉里翻找起来。下一秒，我的手上多了一个抑制贴。自己能贴吗？陈景已经给自己的腺体处贴好了抑制贴。我没回他的话，自顾自的撕了包装，贴在后颈处。一瞬间，一股清凉的感觉渗入腺体里，那种身体撕扯着的状态慢慢缓和下来。陈景，关于我分化成 Omega 的事情，你不许说出去。听到了没有？没有了信息素的侵扰，面对着陈景，我又开始大胆了起来。玉成，你知道的，我不会撒谎。陈景说话时一脸正气。他妈的，看着我就来气！我不管，反正我是 Omega 的事情，只有你知道。要是我从别人嘴里听到了，那就是你传出去的。陈景看着我的眼神突然变得似乎有些柔软，说话间带了一丝笑意。玉成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无理取闹的样子很可爱。他话语间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考虑用什么词来形容比较合适。去你的可爱！你竟敢说老子可爱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我再次从床上起身去揍他。死神景，真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。好啊好，我不说了，我道歉，我道歉。哼，嘴里说着道歉，可脸上却还挂着笑，真是岂有此理。或许是因为假性标记的愧疚感，待在医院的3天，陈景还算尽心尽力，不管我怎么故意捉弄，要吃什么他都愿意去买，就是盯着我的眼神总让我有些看不清。玉哥，我说这几天怎么都联系不上你，我去了你家好几趟才跟着保姆阿姨过来，你怎么受伤了也不告诉兄弟吗？害得我们好一顿伤心。张月和方文元出现在病房门口，还带着一篮水果。方文元和张月同学是吗？玉成应该和你们提过我，我叫陈景。陈景十分熟练的伸手接过张月手里的水果，放在旁边的桌子上。不过怎么看着都觉得有点怪怪的呢。玉哥，陈丫，景怎么在这儿？方文元压低声音凑进来问我。其实他妈的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，好吧？难道说我在陈景面前分化成了 Omega， 然后还被这个混蛋给标记了吗？玉成那天被 NPC 吓到摔了一跤，我刚好看见，就先带他出来了。陈景冷静的开口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陈丫，陈景同学善于助人，乐善好施，是个很不错的人。以后我不讨厌他了。可是我明明记得玉哥不怕这些东西的啊。而且就算是摔了，怎么还会是公主抱呢？方文元傻傻的开口。大哥，你不会说话就别说好吗？嗨，张月轻轻推了方文元一把。哦，我懂玉哥的意思了，就是以后咱们不再针对陈丫、陈景了，对吧？是这么个意思。那玉哥今天出院，咱们已经定了老位置，待会也让陈景同学一起去呗。方文元眼睛亮亮的，显然是对陈景救了我后话敌为友吃的很透，已经正式把他拉入我们小团队里了。这个傻叉！见我没有回答，陈景漫不经心的开口，怎么面对救命恩人就这么冷淡？我抬头对上陈景的目光，那目光如炬，透露着我看不懂的情绪。我的心一顿，脱口而出，去，一起去总行了吧？但最后后悔的似乎还是我。看到徐莹莹出现的瞬间，不知道为什么陈景的情绪开始变得有些低沉。云儿，不是说兄弟局吗？莹莹怎么也来了？是这样的，徐莹莹本来也想一起来看你的，但她上午有事，后来听到我们说晚上庆祝你出院，我想着人家也是好心，就喊她过来了。再说了，玉哥，你之前不是喜欢徐莹莹的吗？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当然要帮你把握住啊，够意思吧？方文元一脸兴奋的盯着我，眼神扫过我和徐莹莹时，脸上全是止不住的笑意。兄弟，你知不知道 CP 乱磕是会出事的？玉成，听说你受伤了，
现在好点了吗？徐莹莹一见我，立马朝我过来，言语中全是关心。现在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。玉哥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几天你没来，莹莹可担心你了。后颈突然传来一阵刺痛感，一时间好像抑制贴不起作用了。谢谢关心啊。我礼貌回应，立刻找了个借口去厕所。刚进厕所一摸，果然是抑制贴松动了。正当我摘下来准备重新换一个的时候，有人进来了，是陈景。他看到我手上的抑制贴，眼眸突然深邃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呼之欲出。因为抑制贴摘下的缘故，我的信息素开始在厕所慢慢溢出。我脑海里突然想起医生说过的话，面对陈景的一步步靠近，我有些害怕，瞬间脱口而出：陈景，咱俩信息素匹配度是100%，可仍然没有止住他逐渐靠近的脚步。雪松味的信息素慢慢裹挟着一丝压迫感，我开始有些动不了了。陈景，你别过来！我的声音甚至带了一丝颤抖和虚弱。徐莹莹是你女朋友？陈景脸色冷淡，明明和平常一模一样的态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却硬生生的感觉出了一分威胁感和压迫感，仿佛要是没从我这张嘴里听到他想要的答案，我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。不是，那你喜欢他？算不上是喜欢，那是什么？陈景，你他妈有病吧？我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啊？就算你和我信息素匹配度是100%，这也不能成为你来管教我的理由吧？我用力的握紧拳头，尝试着用手上的痛意防止自己陷入陈景的信息素里。抱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说话间，他逐渐恢复到平常的那副冷淡的模样，情绪转变迅速到我都要怀疑他是不是去偷偷学习过变脸。但这次我没理他，自顾自的撕开一张新的抑制贴贴在后颈处，清凉的感觉从腺体传到身体各处，短短几秒钟就闻不到陈景散落在空气中的信息素了。回到包厢，大家已经开始玩游戏吃东西。玉哥，你怎么上的厕所上了这么久啊？不过正好，我们刚开的一局，刚玩了10分钟，陈景就从门口进来了，还是那样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，然后又自顾自的坐在我旁边。不是，大哥，你坐就坐，一直盯着我算怎么回事？就在我第3把即将要输了的时候，陈景终于动了，他伸出手指了指我手里的牌，出这张。废话，我不知道吗？要你教，我故意没出他指的那张牌，凭什么我都要听你的？但结果毫无意外的，我输了，于是甘愿领罚喝掉1瓶啤酒。算了，玉哥，咱们这就是闹着玩的，也不一定要喝的。况且你刚出院呢。不行，愿赌服输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不就是1瓶酒吗？我能喝，尤其是我这倔脾气，从小打到遇到陈景，我就更不愿意示弱了。可正当我拿着酒瓶往嘴里灌时，一只骨质分明修长的手夺过了我手里的酒瓶。他还在吃药，不能喝酒，这瓶我替他喝。说完，他就拿着酒瓶开始往自己嘴里倒。我看着陈景微微扬起的下颚，他白皙的皮肤在一点点变红。我有些意外，因为我知道从小到大陈景都是不会喝酒的，基本上属于一杯就倒的那种。可竟无他怎么会，这一刻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间一点一点的溢出来。够了，别再喝了。我拿着瓶子不让陈景继续喝下去，可他却死死的拽着瓶子，仍旧往自己嘴里灌，直到瓶子见底了才放开手。1分钟后，脸上微醺的陈景终于撑不住了，转身就要吐。我接过张月递过来的垃圾桶给陈景。算了，今天也挺晚了，大家都先回去吧，改天咱们再聚。他喝醉了，我先带他回去了。我拉着陈景提前离开，提前接到电话的刘叔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少爷，这是……刘叔是看着我长大的，也知道我和陈景从小不对付，今天偶然看见我搀扶着陈景，难免有些吃惊。哦，聚会碰上的，他喝醉了，就顺带把他带回去。司机点了点头，没再多问。酒吧离家里有一段路程，陈景坐在我旁边，原本坐得端正，不知怎么
在某个摇晃箭头就靠在了我肩膀上。我一转头就对上他那张令人欠揍的脸。秋天的月光昏暗，但旁边的路灯却亮得刚刚好，光晕照在他的脸上，微微发红的脸颊带着柔软的头发，竟生出来几分温柔。他已经醉得几乎不省人事了，安安静静的睡在旁边。越靠近，冷淡的雪松味就越发浓郁。陈景这样沉睡的模样，似乎也没那么令人讨厌了。直到他因车速太快带起的颠簸嘟嚷了一声，我才逐渐回过神来。刘叔，开慢点吧。我顺手焊下他那边的车窗，直到风吹了进来，雪松味的信息素才慢慢变淡。车慢慢驶进陈家，我拍了拍陈景，醒醒，到家了。可他依旧是不省人事。最后我只好和刘叔一起把人送回他房间里。一夜折腾，原本是累得不轻，可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总回想起陈景喝酒后微醺的那张脸来。磨蹭到2点还是没睡着，最后竟然鬼使神差的给陈景发了条消息，明明不会喝酒，为什么还要替我挡酒？消息过去没2秒，瞬间就有了回复：我愿意为你醉。我的眼神定格在屏幕上，我呆呆的看着这几个字。突然一种莫名的情愫在心底蔓延开，心跳突然跳得很快，我甚至能想象到陈景发这条消息的所有表情。明明陈景以前不是这样的，难不成他压根就没喝醉？我按捺住爬墙过去找他问个清楚的冲动。你不是喝醉了吗？刚上厕所醒了。哦，那你早点睡吧。第二天早上6点，张月的电话打了过来。玉哥，快去看学校论坛，你和陈景被偷拍了。还有人爆出来说，我用手揉了揉眼，尝试让自己清醒。说什么？说你是0 mega， 你分化成了 omega。张月的声音不大，可我听到他的话却是瞬间就清醒了。什么？我当即挂断电话，进入学校论坛。果然那天陈景密室抱着我和左昂扶着陈景的照片被拍了，顶上的标题居然还是景二中校霸竟然分化成 omega， 昔日死对头竟成暧昧恋人，对方甚至把我在医院的诊断证明都偷偷搞到了。看来这是有备而来的呀。陈景的消息在这时候发了进来，玉成论坛上的事不是我干的。我知道不是你，谅你也没这个胆。我飞快的给陈景回了消息，脑海里已经有了目标人物。果然在去学校的路上，一中那几个之前被我打趴的几个小瘪三出现了。你们倒是心急，我还没来得及找你们麻烦，你们就自投罗网了。我把书包在旁边树下一扔，扭了扭脖子往前走。玉成，别装模作样了，现在谁还不知道你他妈分化成了个破 omega， 还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气张？那几个之前分化成贝塔的小混混跟在一个 alpha 后面，手里还拿着棍子。他丫的，刚出门的时候居然忘带家伙事了。就凭你们，哪怕我就是分化成了 omega， 打你们也绰绰有余。就在我空手准备上前时，一个黑色衣服的人手里拿着棍子冲在我前面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的下一秒，对面的 alpha 已经被打趴在地了。来的人居然是陈景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伤到你？陈景朝着我走过来，目光炽热，仿佛要将我穿透。这样带着愤怒气息的陈景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，而他此刻愤怒的来源似乎是为了我。但下一秒我就彻底把这个想法从脑海里剔除了。想什么呢？陈景这种人我太了解了，从小就高傲惯了，怎么可能会随便为了一个人就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呢？我没事，这会儿都上课了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今天早上起来头有些痛，磨蹭了一下就晚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看吧，我就说他就是凑巧经过。好你个玉成，打架归打架，居然还带男朋友，你这是胜之不武。好你个胜之不武，你踏马带一群小弟来的时候，我有说过一句话吗？ T 不对，什么男朋友？什么鬼？
他不是我男朋友。很明显，他们不相信我的话，互相搀扶着离开了现场。那我应该是你的什么呢？这时又轮到陈景不淡定了。你是我死对头，对，死对头。可你之前不是说咱们已经化敌为友了吗？他语气平淡，却仍旧步步紧逼。那咱们就是朋友，是朋友。我吞了吞口水，假装淡定的回答。谁知陈景只是懒塔的笑了笑，一副拿我没办法的样子。可他怎么笑得我心里有些发毛，是怎么回事？玉哥，你不会真的分化成了 Omega？ 方文元一见我，立马冲了过来。我突然想起那个医生的话，他说的果然很对，我也没想到我居然会这么快就接受了自己分化成了 Omega 的事实。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是陈景。今天放学有安排吗？我没。陈景，请你吃饭看电影去吗？我理由。陈景，你说我是你的朋友，朋友一起去吃个饭看电影不过分吧？似乎的确很合理，我平常也经常和张悦、方文元他们一起出去吃饭看电影的。好吧。陈景，你想看什么电影？我都行。当接过陈景手里的电影票，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他给买了。恐怖片陈压，你小子故意的吧？我大概看了一下，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只有这一场。陈景抱着可乐和爆米花，一脸抱歉。我简直是咬牙切齿。没事，听说这部电影评分挺好的，我也挺期待的。期待个鬼了！电影开始，原本镜头还很正常，结果到后面男女主暧昧的时候，画面突然一转，我手里拿着的爆米花一抖，直接撒在陈景身上了。害怕？陈景低冷的声音突然传过来。谁害怕了？我抱着爆米花盒子，继续眯着眼往下看。陈景轻笑了一声。他妈的，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人这么爱笑？他可以拉着我的手，冷不丁的他又蹦出来一句。这次我真的要生气了。就在我咬牙准备回忍他的瞬间，一个惊世骇俗的镜头扫过，两个鬼出现在画面里。卧槽！我瞬间感到背后一阵发凉，反应过来时，手已经死死的拽住了陈景的手了。只是为什么会是十指紧扣？谁能来解释一下？还有，我的声音怎么变了？别动，一玉成，你进入发热期了。陈景的声音从我耳边透进来。只是为什么也一样的沙哑？该不会……那怎么办？我顿时又多了几分害怕。这可是在电影院大庭广众之下，我和陈景的信息素匹配度还是100%。我转头看着陈景，他的额头上青筋暴起，还带着一层薄薄的汗，而前面已经有人闻到我们这边散发的信息素，开始频频回头了。别怕，我包里有抑制剂和抑制贴，你先贴上。我闻言赶紧拿起放在旁边的包帆找起来，果然有2片抑制贴。我忍着难受，赶紧撕开一片给自己贴上，顺带撕开一片贴在了陈景的后颈处。电影最终还是没能看完，我们坐了以前小学常坐的那辆公交车回家。时间太晚了，公交车上没什么人。投完币后，我原以为陈景会坐在我旁边的，结果他坐在了以前他最常坐的位置上，最后2排永远颠簸的位置。我回头，正对上他那张好看的眼睛。其实哪怕不回头，我都能猜到陈景在偷偷看我。那时我家刚搬到陈家隔壁，我爸妈工作忙，总是忘记送我去上学。家离公司很远，刘叔每次送他们上班总要花费很多时间，我只好自己坐附近的公交去学校。可现在回想起来，陈景居然也每天挤公交上学，还有从前的每一次交锋，似乎经常是他故意再挑刺的。而最近他怎么又像是变了个人？一路上我看着窗外景色发呆，可心绪却越理越乱。车站离家有10分钟的路程，我从前门下车，停下来等陈景。这居然是我印象里第一次等他。陈景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既然想不明白，干脆就直截了当的问好了。陈景那双好看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，突然就笑了。玉成，
我该说你反射弧确实有些长了，我都做得这么明显了，你居然才发现。这一回坦坦荡荡的人成了他，脸红到心跳不止的人竟成了我。玉成，我喜欢你，但我不希望这成为你的困扰。你就算不喜欢我，我也不会怎么样，因为我永远都不会强迫你去干你不喜欢的事情。因为陈景的告白，我直接失眠到半夜2点，无论怎么样都睡不着。更严重的是，还出现了信息素紊乱的现象。哪怕已经打过抑制剂了，浑身的燥热仍然压不下去。这时我突然想起医生说过，信息素紊乱药物无法调节时，可以采用物理调节的办法，就是让同匹配度的人释放出安抚信息素，可以达到缓解的功效。于是我拿起手机给陈景发了条消息，让他把后颈处的抑制贴摘了。10秒钟后，独属于陈景身上的血松味慢慢传了过来，可是却总是若有若无的，距离太远，稀薄的信息素不但没能起到安抚作用，反而我身上越来越热，也越来越渴了。真是疯了！就在我贴着墙站了10分钟后，我舔了舔干涸的唇，做了个大胆的决定。1分钟后，我敲响了陈景房间的窗户。你怎么过来了？陈景显然对我的举动感到惊讶。我好难受，我站在空调外机上。让我进去吧，声音不自的发软。陈景立马侧开身体让我进去。小样，这样还不得迷死你啊！陈景的房间里全是他身上的味道。一进来，我刚刚不适的感觉全部都消失了。看来这信息素匹配度有的时候也是个好东西啊，竟然比药还好用。那个，我睡不着，今晚能在你这睡吗？玉成，你明知道我喜欢你，你自己送上门来，就不怕？我相信你，也相信咱们斗了10多年的经验了。陈景，你不会伤害我的。不知道是我哪句话愉悦到了陈景，他一脸苦笑的摇了摇头。那你睡吧，我去外面沙发上睡。说完就去床头拿了个枕头，真的准备出去。等等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能不能和我一起睡？这真是把脸要丢尽了。最后，我成功的和陈景躺在了陈景这张1.8米的大床上了。床上全是陈景身上清冽好闻的雪松味，我很快就睡着了。从这晚起，我基本上是赖在陈景房间里了。可能所有人都没想到，我和陈景关系竟然能真的破冰，甚至就连和我玩了好多年的张月和方文元，在见到我第 N 次和陈景一起出现的时候，也终于感到了奇怪。玉哥，怎么感觉最近你和陈景关系越来越好了呢？你该不会是什么？有了新欢忘了兄弟们吧？方文元嘟嚷着嘴，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样。我笑了，云儿，这谁说的？你这和天天陈景腻在一块的样子，可不就是电视里那些臭情侣爱干的吗？方文元开始小声的反驳。唉，我忍不住服了。都怪陈景这个混蛋，为什么身上信息素那么好闻？搞得我每时每刻都想和他待在一块，可惜我每天晚上爬墙的事情还是被我爸发现了。就在某天早上，他心血来潮的注意到自己很久没关心我这个儿子，想敦促我起床吃饭时，竟然发现我不在自己房间，尤其被子平整，一看就是很久没睡过的痕迹。于是他再度心血来潮，调查起了外面对着我房间窗户的监控，最后发现自己儿子每天晚上爬墙到隔壁小子房间里。于是在某个清晨，我爸声势浩大的闯进了陈家，最后发现了在陈景床上熟睡的我。玉成，你这个小子真他妈不要脸，竟然给老子半夜爬墙到陈景房间去！看老子不打死你！我站着没动，就在他巴掌即将落下的时候，陈景挡在了我前面。叔叔，是我强迫他的，你要打就打我吧。这时陈景父母闻言赶过来，恰好听见了他这句话。小景，你爸，叔叔阿姨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我威胁的陈景，是我的错。玉成，你还给老子承认了是吧？看我不打死你！爸，自从我妈去世之后，这些年来你有管过我吗？你知道我分化成了 Omega
还和陈景的信息素匹配度是100%的关系吗？这些你都不知道。从小到大，我所有重要的场合和人生转折的时候，你都错过了。所以以后我自己的事你也管不着，就算我想和陈景在一起，也和你没有关系。我爸扬起的巴掌突然落下，原本气势汹汹的状态瞬间弱了下去，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好几分钟过后，他才缓缓开口：“随你吧，你自己决定了的话。”我也无话可说。好啦，老玉，你看你这大清早的大惊小怪，差点把玉成给吓到了呢。孩子的事就让孩子们自己去解决吧，只要不太过，一切都好解决的嘛。陈阿姨说罢，就示意陈叔叔把我爸带走了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会发现的，不过没关系。陈景，我不怕他们知道。我看着陈景，第一次这么冷静克制的说出这句话。玉成，和我考一个大学吧，以后我在你身边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陈景目光炯炯，原本像渣男语录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竟让我好像看到了他赤诚的真心。好，我们考一个大学。时间开始不紧不慢的流逝，在最后10个月的冲刺阶段，陈景每天都抽出时间来帮我复习。我原先基础并不差，在经过陈景1对1的单独训练以后，终于在最后几次联考中有了很明显的进步。按照最后一次模拟考的成绩来看，和陈景一起上容大简直是绰绰有余。于是在临近考试的前3天，陈景为了鼓励我，说带我出去放松一下，调整心态。陈景带我到了海边，海滩上很多人，甚至一些店的位置和当初一模一样。但自从我妈去世后，我再也没有单独一个人来过这边，因为它会让我想起我妈，我不希望自己经常想起她。陈景说他去上厕所，我一个人在沙滩上等他，突然听到有人叫我，一转头，一个穿着哆啦 A 梦玩偶的人出现在我面前，手里端着一个蛋糕。蛋糕不大，甚至看起来还有点丑，但上面祝玉成18岁生日快乐倒是苍劲有力，一看就是陈景的手笔。玉成18岁生日快乐，我就着陈景的手许了一个愿望，然后把蜡烛给吹灭了。陈景，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望吗？我希望以后每一年生日你都在我身边，别像我妈一样，明明说好了每年都会陪我过生日的，最后却成了个大骗子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随之而来的是陈景略带冰凉的唇，篝火旁气息逐渐攀升。玉成换气，他妈的真丢脸，第一次接吻非得整这出。陈景不会觉得我不专业吧？玉成，你很好。陈景冷不丁的蹦出一句话。喂，大哥，说话不带这样的哈，话都不说全。回到陈景房间，在我的催促之下，终于逼着陈景拿出了往年来他给我准备的礼物。无论是许愿瓶还是一些小玩偶，每一个后面都附有一封小信。我随手翻来一张。玉成同学，13岁生日快乐，希望你天天开心。玉成同学，15岁生日快乐，希望你天天开心。整整12张，每一张除了年龄不同，祝愿的话语都是一样的。我甚至还能从这些小纸条上看见陈景字体从稚嫩到成熟，就像陈景这个人一样，总是看上去成熟稳重的，完全不像他这个年龄该有的模样。我仔细的将这些东西放在一起，小心翼翼的带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考完最后的英语，从考场出去的时候，陈景已经在外面等我了。怎么样？上容大绝对没问题，我自信一笑。最后出成绩那天，竟然超了容大去年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将近20分。我对着这个超了快100分的陈景，露出了有史以来最开心的一个笑。以后请多多关照了，我的大学同学。陈景也笑着回应，同样多多关照。玉同学。陈景视角番外，我第一次见到玉成是在我10岁那年，隔壁搬来了一户人家。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，我坐在房间的天台上写字，突然一声稚嫩的声音传来，我探头出去，正好看见了玉成。他在看见我之后
露出了一个很灿烂可爱的笑容，那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小孩，甚至是他灿烂的笑容就和那暖日煦风一般穿过了我的心。可自从1年后玉成妈妈发生意外去世后，我再也没从玉成的脸上看到那样的笑容了。在他爸爸很多天没有回家以后，他像是一夜间被迫长大，又好像是一个被抛弃了的孩子那样，一夜间就枯萎了。我尝试着去找他玩，可大多数时候都无济于事。于是我去找了心理医生。心理医生告诉我，他这是因为母亲去世后所产生的心理应激反应。他的病症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出现了一个能让玉成心情波动的东西存在，就能慢慢得到恢复。于是在第一次上台表演，我故意抢掉了原本属于玉成王子的角色。那是第一次我从玉成脸上看到了平淡悲伤之外的东西，愤怒。按医生的话来说，只要能让他情绪有波动，就能慢慢得到恢复。于是我逐渐成为了玉成的死对头。我开始每天跟在玉成后面搭乘公交车上下学，但每次我都不敢靠近，只能借助着倒数2排的视野偷偷去看他。可就在我以为我能一直这样和玉成处于这样的关系时，他身边出现了2个朋友，而且他们的关系看起来还很不错，至少是比我和他的关系要好。后来的每天，我都能看到玉成在2个朋友的陪伴下，笑意慢慢重新浮现在了他的脸上。第一次，我对他身边这2个朋友有了一丝嫉妒，为什么能让他笑的人不是我？可又转念一想，只要是玉成能慢慢好起来，就算这个人不是我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可一切总是不能顺应天命的，又或许是天命对我的成全。密室里，我居然撞见了玉成被 NPC 吓到，直接分化成了 Omega。更要命的是，几乎就在闻到他性激素的瞬间，我也开始浑身发热。那一刻，看见我怀里的玉成是那样唾手可得，我几乎是用着我所有的理智，让我没有把他完全标记。给自己打完抑制剂后，我抱着他很快到了医院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我的性激素和玉成的信息所匹配度居然高达100%。这也就是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会是最适合他伴侣的存在。知道结果的瞬间，我一时间又激动又害怕。我害怕玉成知道我会是他伴侣的最佳人选，更加讨厌我。不过在他醒来后，他不仅没有生气，还亲口承认我们是朋友的关系，甚至还同意我和他朋友们一起参加聚会。可我没想到，玉成有了喜欢的人，而对方还是个女孩。我承认，在我看到他们相谈甚欢的瞬间，我既生气又害怕。于是在玉成意志贴脱落借口去厕所时，我悄悄跟了上去。在玉成把意志贴全部一次摘下来的瞬间，强烈的占有欲几乎要将我吞噬。我强忍着这些冲动，一步步靠近玉成，只是开口询问了他和女孩之间的关系。在最后得到满意的答案后，我心底的阴翳终于散去。可我却万万没想到，玉成会这么依赖我的信息素，甚至到了需要我信息素安抚才能睡着的程度。第一天，他爬墙敲响我房间窗户的那一刻，我承认我在惊喜之余，还多了一份震惊。可惊讶转瞬即逝，更多的是浓烈的激动。我死命想把自己这份兴奋按捺下去时，他居然主动邀请我和他一起睡，还说什么相信我之类的话，那意思不就是他也开始接受我们之间的这层关系了吗？无比庆幸的是，我们都考上了同一个学校，最后我们即将要奔赴甜甜的恋爱日常了。不过这些我不打算和各位细聊了，咱们有缘再见吧。